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那在昨天的行情当中，道指出现了一个1.72%的下跌。那么这里的下跌呢，我认为是在反弹行情，也就是说这轮日线级别反弹西游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反弹西游的起点呢，正好是144均线和169均线啊，构成了一个支撑位。在这个支撑位反弹之后呢，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位，这条阻力线呢，刚好是34712，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最近的一个高点。在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位。那昨天晚间行情当中，美股遇阻回落，也就是证明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啊。那在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啊，道指出现了一个小时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小时线级别下跌西游在这里面完结之后呢，我认为接近144均线和169均线的这个位置上，仍然有机会出现继续的反弹，并且呢构成一轮震荡。那如果出现跌破144均线，并且实体阴线跌破之后那我认为道指的这轮反弹行情和震荡行情就要宣告结束。但是在支撑线之上的这根阴线出现之后，我认为它仍然有机会做出一定的反弹动作。那么回到比特币的行情，那么昨天我们看到了比特币跟随了美股出现了一个跌破它的震荡区间的一个动作。那在跌破之后，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目前它的一个结构上的变化。首先呢，在高位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最开始的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它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在这样的变化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跌破行为，然后反弹上去，反弹上去之后遇到平头哥，也就是25000美金这个位置反复冲击，没有冲击成功之后行情出现了一定的迟滞就是在高位出现了一个震荡行为。这个震荡行为我们可以通过新的一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给它画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新的波峰连线、波谷连线让这个变盘的时间得到拉长。我们认为行情走到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这个区域是容易发生变盘的时间。然后在3月3日跌破之后，我们看到持续的震荡。持续震荡的原因是我认为比特币也在等待美股出现一个方向性的选择。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认为目前已经到达焦点位附近这里是一个变盘的区域。但是在区域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上已经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并且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和19500美金，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突破之后，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宣告结束，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它的开始时间点是在1月20日，这根悟空阳线代表了新的一轮上涨开始。但是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25000美金附近构成了压力。那么如果跌破21000美金也就是说把这个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完全杀死之后阴线把这个悟空阳线杀死之后，那么行情就开始了一段下跌趋势将要开始一段下跌趋势。那么目前没有跌破21000美金，仍然看在这个位置上能够继续出现震荡，并且呢我们观察到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正在接近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也就是144均线构成了32500美金这样的一个支撑。所以呢，这个位置如果美股能够继续震荡和反弹的话，那么比特币在趋势上也会重新回到多头的趋势。但如果美股跌破144均线，跌破32500美金之后32500点这不是美金这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如果跌破这里的话，那么比特币的行情它的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将宣告结束，至此呢将会重新回到一个空头的趋势上来，并且呢它的空头趋势很有可能接近或者是更多的跌破之前的低点15476点会跌破这里。所以呢目前这是多空双方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时间点关键的节点正在于美股的这个144均线能否形成一个重要的支撑，能否在这个支撑条件下继续震荡反弹上去。如果不能反弹震荡上去，那么行情将要急转直下，出现新的一个空头趋势。那么既然行情目前没有跌破之前是一个多头趋势那么就应该以21000美金作为止损，在当前的这个位置上是有利于多头的把这个止损，因为止损位距离我们现在的点位非常接近因此呢在多头趋势仍然存留尚存这么一点点气息的情况下我认为目前建立多头仓位
建立这个多头趋势当中的多头仓位是合理的啊，因为你的止损非常小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也就是1月20日的这根阳线呢，开盘价呢刚好是在21071这个位置，你可以把21000美金做成止损继续进场你的多单。这样呢，在未来的行情当中，如果反弹上去的话，你容易获得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杀层阳线、唐层阳线的一个利润。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在这里出现之后，8件阳线仍然存活。那么8件阳线的开盘价它的开盘位置是在20872，也非常接近于21000美金。因此呢，当前的点位距离我们可以设置的止损非常少。非常少，大概是在2%到3%附近因此呢，当前行情多头趋势没有完全被剿灭的情况下我仍然保持多头的一个观点。那么如果比如说本周或者今天晚间美股正式跌破了32500点这个非常重要的关口，那么我们的多头就应该立即止损，并且着手进场空头仓位进场空头仓位。因为这轮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美股不断的出现震荡，并且呢，外围市场行情是有继续加息的可能性，但是这个继续加息呢，是以加息减缓为趋势的，因此呢，多头在这个位置上仍然有机会，但是多头被剿灭了如果跌破32500被剿灭之后，就要考虑进场空头，因为我们知道日线级别上144均线和169均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在这个位置上，如果50均线、10均线和 K 线系统跌破这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位之后，那么行情的多头和震荡趋势宣告结束，空头市场将要正式来临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多空要有一个市场当中事实上的判断。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我们看到一直是在不断上涨，并且呢构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气候，有悟空阳线、8件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目前正在走在唐僧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它的目标点位是在0.071。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的价格。那目前以太坊是相对于比特币的跌幅是弱势的那么以太坊目前处在一个箱体结构当中，我们认为这个箱体结构呢是收敛三角形内部的一个箱体结构。那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完成之后接近焦点是一个变盘的位置。那么目前对于以太坊的趋势仍然是多头趋势有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悟空阳线，目前处于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因此呢，如果不跌破1500美金这种情况下呢，行情我认为会可能有在美股出现震荡行情、出现反弹行情比特币不继续下探的情况下，不跌破21000美金的情况下，那以太坊仍然有可能走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同时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周线级别目前处在一个悟空阳线和8件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上方目标点位2000美金不变它的一个多头趋势目前没有被破坏所以呢，当前在箱体的底边线或者接近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是可以进场多单的那么你的止损位可以设置在这个底边线的位置1496美金附近设置一个止损，如果能反弹上去将会获利。那 CFX 今天表现还不错有一个5%左右的反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构首先它是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有悟空阳线、8件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然后呢做出了一轮对称时间级别的，也就是说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做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这里面日线级别下跌吸油有悟空阴线、8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沙僧阴线组走的比较震荡一些，沙僧阴线组走完之后走唐僧阴线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做了一个对称性时间级别的下跌吸油。那在下跌吸油过程当中，它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可以通过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把它画出来。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它获得了一个4小时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的一个支撑。那在这个支撑情况下，我们把时间级别再次降低到小日线级别，在小日线级别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突破性的行为。这个突破性行为呢，我们看到的是小日线小日线级别上的50均线和10均线突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也就是说我们的操作线突破了观察线，构成了一个多头趋势。那么在这个趋势当中，如果能够站上0.22那么它的空间将要打开因为我们知道一段下跌的行情，并且呢是通过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方向向下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非常容易出现反弹。那如果这个反弹目前观察的是小
日线级别。如果这个反弹得以持续的话，那么它会重新拾取它的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把时间级别再次切换一下，切换到周线级别。那周线级别上 CFX 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想象空间。首先呢，周线级别上它走出了一个蜈蚣阳线，走出了一个8节阳线。8节阳线走出来之后，后面几周啊，连续3周出现了一个震荡调整的一个形式。那么在调整过后呢 ，CFX 这种强势币种呢，还是容易走出一个沙僧周线啊和唐僧周线。那么目标点位0.7美金附近啊，这是目前来说 CFX 啊，基于今天的反弹趋势，仍然有啊，在这个站上0.22美金之后啊，仍然有到达0.7美金啊，有一个2到3倍的空间啊。当前对于 CFX 啊调整结束之后啊，它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当然了，在行情当中啊，不设置止损就不能谈利润啊。做趋势行情啊，除了把握趋势，找到合理的进场点位，分仓进场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要设置一个止损。那么这个止损位怎么设置呢？我认为把这个0.2美金到0.19美金这个区间作为一个止损的区间啊。如果到达这里先减仓啊，先减仓。如果能够站上0.2啊，它还是有多头机会的。但是这个多头机会是在它的 K 线系统站上144均线啊，站上小日线级别的144均线之后，才有这样的想象空间。那么在比特币回调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观察到了很多山寨币种出现了失活的现象啊。这种失活呢，包括了 APT， 包括了 FIL 啊，非有代币啊，出现了一个失活。这种失活呢，我们看到APT 啊，目前它的一个日线级别下跌洗筹已经进行了一个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洗筹之后，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正常会出现反弹，但是它没有出现反弹，跟随了比特币继续下跌。那么非有代币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所以呢，目前市场啊在下跌的趋势当中啊，也出现了两极化。那么行情当中，我认为更多的你是要做强势币种啊。强势币种呢，我认为是在强势板块当中找到龙头币种啊去做，这样呢你才能保住本金，获得利润。那么非有代币目前它的回调幅度啊，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日线级别日线级别的下跌洗筹。那么它的支撑位在哪儿呢？我认为你要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看一下它的结构啊，看一下它的结构，你呢可以画出来。那么目前已经非常接近于它的目标点位5.6美金。如果这个位置发生跌破，那么将意味着它的下跌空间将要打开。那么这个位置当前的价格5.8美金附近啊，是可以搏一下它的反弹行情的一个机会。那么在搏反弹的行情过程当中，你要把5.6美金设置一个止损啊。这里的反弹行情会怎么看呢？因为它之前出现了一个急速拉升，这个急速拉升的过程呢，涨幅接近100%啊，4小时级别的它上涨幅度接近100%。急速拉升过程完成之后啊，会对行情做一个下跌方向回补，回补之后呢，还有可能出现一定的震荡啊。如果这个震荡和反弹能够出现的话，它的目标点位是7.6美金啊。即使有这样的一个反弹的可能性啊，但是你也一定要设置一个非常接近于目前你开仓价格的一个止损位，这样的话才能保住本金的情况下获得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了解 K 线西游战法。感谢大家，再见。